王一博的自由值多少钱？一位顶流长期不进组，把时间花在一档危险且注定收益有限的纪录片上，这背后究竟藏着多少利益博弈？这正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王一博粉丝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作为正当年的一线艺人，自2024年的维和防暴队以来，除了几档晚会外，王一博几乎消失在了路人视野里，他工作的重心更多都放在了探索心境这档户外探险纪录片上。尽管小鱼身边很多爱好攀岩的朋友，非王一博粉丝都对这档纪录片赞不绝口，但从豆瓣数据看，关心这档小众运动的路人并不多。第二季迄今只有1500多人标记了想看，而作为对比，由王一博主演的《追风者》有超过20万人标记了看过或想看。王一博的反常举动被很多人解读为是借机向经纪公司乐华娱乐施压，以在续约或解约问题上争取到更多主动权。尤其是2025年王一博不续约乐华的传言爆发以来，这种说法更显得有理有据。可谁也没有想到，3月27日，在拉扯了大半年之后，王一博不仅出乎粉丝意料的和乐华达成了续约，同时还将获授乐华价值2500万港元的股份，正式成为乐华的股东。是的，尽管乐华一直被戏称为王一博概念股，但公司的头号招牌却一直没有持股，这也令很多粉丝感到不满。但正是透过这次意外的续约，小鱼才真正看清楚王一博在这场博弈里渴望的报酬究竟是什么。答案俩字：自由。娱乐圈最难得的自由，最不被重视的打工皇帝。对于这次突如其来的续约，王一博的粉丝们显然是不满意的。消息公开后，乐华娱乐倒闭了的绿色大字报被刷满了各大娱乐号的评论区，还有小部分极端粉丝为此在微博上宣布脱粉。纵使内娱艺人粉丝厌恶自家经纪公司早已是常规操作，但王一博粉丝们的恨在内娱生态里依然称得上是最有理有据的。这个据就是乐华娱乐自家财报。根据乐华招股书和财报，2019年王一博贡献了公司2成收入，此后几年这个占比不断提升，到了2024年，乐华总营收7.65亿元，其中王一博贡献了4.59亿元，占比超过了60%。因此，用王一博概念股来形容乐华，简直是低估了王一博的贡献。王一博就是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然而，如此重要的王一博却只是个高级打工皇帝。在这次股份授予前，他并未持有乐华股份。更让粉丝们无法忍受的是，就算是家保险公司的老板，也知道要把销冠捧在手心里呵护，可乐华却对王一博长期不对接、不维护、不宣发式放养，次次背刺王一博和王一博粉丝。乐华显然也清楚上市公司过度绑定单一艺人的风险，故从2025年起开始有意淡化公司和王一博之间的关联，包括但不限于官微更少提及王一博，2025年半年报和年报里不提或几乎不提王一博，更没有披露王一博的收入贡献率。这种操作简直可以收录进成语词典，用来解释什么叫掩耳盗铃。结果就是这番操作非但没打消资本市场对乐华过度依赖王一博的顾虑，反而加剧了粉丝的不满。井号乐华2025年中报未提及王一博井号等词条登上微博热搜。自去年末起，
王一博将不续约的传言便开始甚嚣尘上。那为什么短短几个月时间，这场闹剧会迎来如此大的反转呢？在小鱼看来，这压根算不上反转，留在乐华对王一博来说就是目前收益最大化的选择。打工人都明白一个道理，抛开一切人情世故，你愿意在一家公司长久待下去，最直白的理由就是钱给到位了。小鱼说的当然不是那价值2500万港币的股票还得分4年解禁。对于1年能为公司赚好几亿的王一博来说，这些股票的含金量约等于过年收假第1天老板给发的开工红包。事实上，即便王一博不是乐华股东，他依然能从乐华拿走大量分成。乐华财报显示，公司最大的成本开支是1人分成，占总成本的70%。2025年，这项成本接近4.7亿元，是2019年的2倍，2.4亿元。而这一年，公司的总营收是9亿，净利润仅只有8000万，不到10%。尽管财报并没有提及这笔支出是怎么分配的，以及公司和艺人的具体分成方式，但考虑到王一博对公司的收入贡献率逐年提升至60%，不难推测艺人分成这项开支里，大头都是付给王一博的。假设所有艺人的分成比例都一样，那么贡献了60%收入的王一博至少拿到了2亿以上。更何况以他这个咖位，分成比例大概率高于同事们，故小鱼推测王一博每年实际到手的分成或许远不止这个数。和这些收益一比较，乐华1年8000万利润真不多。王一博有没有股份对他个人影响真不大，就算以后持了股，往后每年归属于他的股东分红也不过几十上百万，更别提这钱本就是他自己赚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可即便账算到这里，肯定还是很难让粉丝们满意。如果王一博单飞，赚的岂不是更多？王一博为啥不单飞？王一博不单飞的原因，说白了就是不划算。乍一看，王一博1年为公司赚了大概4个多亿，自己仅到手一部分。如果他离开乐华自己做工作室，这些收益不都是他自己的了吗？但从财报看，乐华每年在演唱会制作开支、艺人宣传开支和音乐内容的制作上，也支出了上亿。尽管这些钱不是全花在了王一博身上，但王一博确实是受益者。一旦王一博自立门户，意味着这些开支将全部由他个人来承担，再加上相关的税务、行政开支等等，1年下来也不是个小数，单飞还可能造成收入的减少。虽然乐华被粉丝贴上了3部的标签，可作为一家在圈子里混了这么多年的上市公司，乐华在对接商务资源上的能力以及人脉资源，还是要优于艺人个人的。若选择单飞，就意味着会失去一部分乐华带来的资源，收入降，成本升，最后到手的钱不一定会更多。钱没有更多的同时，风险付出却在成倍增加。乐华其实有一个被忽视的优势，它是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公开透明，这就保障了艺人在税务问题上是相对安全的。而艺人自立门户则充满很多变数，比如2018年一些政策调整之后，很多影视工作室、小公司都补缴了大笔税费，这类问题处理不好，势必会给艺人造成负面影响。至于公司的经营管理压力，同样需要考虑。娱乐圈里自立门户的大咖不少，但真正运营好的，都很难被轻易复制。
五月天参与创立的相信音乐算是成功案例之一，但即便如此，公司收入的重担依旧压在这5个老男人身上，以至于他们成了国内演唱会密度最高的艺人之一，忙到全年无休。如果王一博选择单飞，这些问题同样是他需要面对的。考虑到他在《探索心境2》中曾说，过去几年工作量越来越大，让我没有办法认真去享受这个演戏的过程。他显然更希望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真要自己当老板，怕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享受攀岩了。可就算不自己当老板，那为什么非得是乐华呢？不能换一家公司吗？抛开王一博自打踏入娱乐圈以来就和乐华绑定，有情分加成之外，还有几个现实问题很明确。首先，去哪是个问题，现在内娱还有不被粉丝骂的经纪公司存在吗？其次，作为空降顶流，势必会引发利益分配的纠葛，去有多位大咖的公司，那等着王一博粉丝们的就是打不完的口水战。去新人比较多的公司，又涉及到会不会被新人吸血的顾虑。更重要的是，这些公司会默许他2年不进组，冒着人身风险去美国也攀吗？至于乐华，纵使在粉丝眼里有牵绊不好，但至少在王一博想要做自己这件事上，还是给了他足够多自由的，或者说不得不给他自由。2年间，他几乎没有接影视项目，把大量时间投入到一档小众纪录片和高风险户外运动上。这些选择在商业逻辑上都不是最优解，但乐华没有阻拦，这本身就是给自由最直接的证据。在探索心境2发布会上，杜华曾这么评价王一博，以前特别希望他特别厉害，让我有面子有光，希望他在事业上熠熠生辉。但从去年开始，我跟自己和解了，现在对他最大的祈愿是注意安全，身体第一，不要太去冒险了，姿态已经放很低了，你还在就好，至于干啥，随你吧。至此，王一博续约的真相其实已经很清晰了。如果他想赚更多，如果他志在当卷王，那确实有比续约乐华更好的选择。但在他的账单上，需要被核算的远远不止每年多了多少钱，更重要的是一项难以被数字衡量的收益。作为顶流艺人，时常可望而不可得的做自己的自由。之前小鱼就在王俊凯那篇写过，顶流们其实都向往自由。理清了这点，小鱼意识到，这次乐华给王一博的2500万港元的股份，与其说是给王一博的奖励，倒不如说是乐华求着王一博收下的，因为只有这样，乐华才能和资本市场继续讲故事，让资本相信王一博这棵摇钱树一时半会儿不会走。但如此一来，也暴露出了乐华过去1年多去王一博化的失败，从官微减少提及，到财报中有意淡化他的贡献，乐华试图向市场证明公司不只依赖一个人，结果却是不得不回到原点，用股份把王一博重新锁定在公司的叙事里，到头来，公司的股价和业绩的起伏还是得系于王一博一人。而这也就意味着，要是有一天王一博不想再躺平了，有了更大追求，那公司很难拿出别的溢价筹码，区2500万的股票可锁不住这位顶流。